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热点。本次房产低迷与次贷危机有不同吗？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迅速上升，曾经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降温，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但现在有人担心房价会下跌。所有这些都让人们困惑，今天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处于与10多年前相同的困境？当时2007至08年的崩盘导致了大衰退。回答是不。如今，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健康状况要好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那次崩溃导致的新贷款法规。这些规则使今天的借款人财务状况更加健康。对于当今美国5350万首次房屋抵押贷款借款人的平均信用评分为创纪录的751分，2010年为699分，这是次贷危机2年后，贷款人对贷款采取更加严格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信贷质量上。由于过去2年大流行推动的需求，房价也飙升，这为今天的房主提供了创纪录的房屋净值。今年创下了11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比1年前增加了34%。与此同时，杠杆率即房主对房屋价值的债务已经急剧下降。美国的抵押贷款债务总额现在不到当前房屋价值的43%，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2011年超过1/4的借款人被负资产淹没。只有2.5%的借款人拥有不到10%的房屋所有权。如果房价实际下跌，所有这些都提供了巨大的缓冲。高风险抵押贷款降低，目前有250万个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未偿还，约占活跃抵押贷款的8%，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比率。2007年，就在房地产市场崩盘之前，有1310万个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未偿还，占所有抵押贷款的36%。抵押贷款拖欠现在处于历史最低水平，逾期抵押贷款的不到3%。即使在大流行的第1年，拖欠率急剧上升，但逾期抵押贷款也比大流行前少。与大流行相关的抵押贷款宽限计划帮助数百万借款人恢复还贷，但仍有64万5千名借款人在这一帮助计划中。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抵押贷款信贷的可用性远低于大流行之前的水平，这表明标准仍然很严格。但自利率开始上升以来，贷款机构已经失去了大约1半的业务。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在向信誉较差的借款人贷款方面变得更加激进。据 Black Knight 称，现在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问题是房屋负担能力，至少在44个主要市场中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虽然库存开始上升，但仍约为大流行前水平的1半。库存上升最终将缓解房价增长。那些留在市场上的人可以期待在下半年获得更好的购买条件。加拿大禁止一次性塑料倒计时从今天开始。加拿大环境部长 Steven Guilbeault 表示，加拿大将在今年年底前禁止公司进口或制造塑料袋和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外卖容器。所有相关产品必须在明年年底前销售完毕，并在2025年底前禁止出口。除了袋子和外卖包装盒外，该禁令还将影响吸管、外卖容器、杂货袋、餐具、搅拌棒和塑料杯这6种一次性塑料包装。吸管的使用将对残疾人有少许例外。联邦政府去年根据加拿大环境保护法将塑料列为有毒物质，这为禁止其中一些塑料的法规铺平了道路。然而，一个由塑料生产商组成的财团正在起诉政府对有毒物质的认定，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审理此案。特鲁多于2019年6月首次承诺，他的政府将逐步淘汰难以回收的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因为他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实现零塑料废弃物政策。最初，他说禁令将在2021年发生，
但对实施禁令的相关塑料的科学评估因 COVID 大流行而被推迟。塑料废物一直是世界各地日益严重的问题，估计大多数制造的塑料中有10%或更少被回收利用。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330万吨塑料被扔掉，其中近一半是塑料包装，其中不到1/10被回收利用。大多数塑料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在那里需要数百年才能分解。据估计，有29000吨最终成为塑料污染。2019年的加拿大海岸线清理项目，从加拿大近4000公里的海岸线上清除了超过163000公斤的塑料废弃物。记录在案的运输包括超过12000个塑料瓶、12480个塑料吸管和近17000个塑料袋。联邦数据显示，2019年，加拿大销售了155亿个塑料杂货袋、45亿件塑料餐具、30亿个搅拌棒、58亿根吸管、1.83亿个塑料杯和8.05亿个外卖容器。一些零售商的行动也比政府更快。Sobeys 在2020年取消了收银台的一次性塑料袋，沃尔玛今年4月也紧随其后。Loblaws 和 Shoppers Drug Mart 的母公司表示，计划在2023年第一季度末之前从其商店中消除所有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快餐店也用纸质吸管取代了塑料吸管。美国加息将影响你的5种方式。美联储将基准利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其后果几乎将体现在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从美国国内到全球各地，并且在5个方面会对您产生影响。1. 昂贵的房贷和其他贷款。人们将面临更高的抵押贷款、信用卡、学生贷款和其他债务的借贷成本。30年期固定住房贷款的平均利率已经飙升至近6%，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于在美国购买中位数价格房屋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自今年年初以来，每月付款增加了约$600。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预计，今年美国的房屋销售将下降9%，但预计在近年来房价在2位数增长之后，有可能在2022年价格下降5%。2. 养老金缩水及乘车成本增加。当利率上升时，往往会促使投资发生戏剧性的重新洗牌。随着普遍的经济担忧上升，这些现象尤其明显。对于40.1万个退休账户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投资价值会急剧下滑。自1月初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下跌了20%以上，这是一个被称为熊市的里程碑，而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下跌了近1/3的价值。Uber 等多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会面临支付更高的价格，比如乘坐出租车和送货，或者看到这些公司逐步倒闭。3. 就业市场放缓，经济衰退风险增加。随着需求降温，正在结束蓬勃发展的后大流行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已经看到有些公司正在吸引员工，允许新员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并鼓励许多人更换工作。包括亚马逊、沃尔玛、特斯拉和 Spotify 在内的一系列大公司也宣布了放慢或停止招聘的计划。但随着通货膨胀提高公司成本并削减人们的消费能力，经济已经面临挑战。由于利率上升与经济疲软相冲突，今年前3个月的增长已经萎缩，零售销售等其他指标已经开始暗淡。4. 美元走强。美元今年上涨了10%，因为美联储的举动促使投资者将资金转移到美国以追求更高的回报，提振了对其货币的需求。美元升值意味着能源和食品等大宗商品的进口更加昂贵，这些商品通常以美元交易。这增加了经济压力，特别是如果政府持有大量美元债务。新兴市场往往是真正遭受最大损失的市场。5. 国外的利率会更高。
近几个月来，其他数十个国家也宣布了加息，其中包括瑞士英格兰银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许多人正在与通货膨胀做斗争。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美国加息的影响几乎是立竿见影的。银行步调一致，因为他们试图遏制资金流向美国。随着美联储不断的加息，以一种孤注一掷的方式抑制高企的通胀压力，人们将越发明显地感受到以上这些因素会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影响。中国外交部4万字批驳美国无底线打压。周日，中国外交部发布4万字长文，批判美国对中国认知的谬误和事实真相。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这篇长文严厉批评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亚洲协会发表对华政策演讲，通过精心包装的语言渲染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内外政策，试图发起对华全面遏制打压。因此，中方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欺骗性、虚伪性和危害性昭示于天下，并针对美方的21项谬误予以批驳。1. 美国口口声声讲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服务美国自身利益、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秩序。美国是世界秩序的最大乱源。2. 美方声称不寻求阻止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也不阻止中国发展经济，实际上却在运用内外全部资源对华进行无底线遏制打压。3. 美国是胁迫外交的发明者和集大成者。多年来，美国通过经济封锁、单边制裁等手段，向世界演绎了一个个胁迫外交的教科书式案例。4. 美国按照自身模式划定民主标准，不允许其他制度道路模式存在，打着所谓民主旗号拉帮结派，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这不是民主之义，而是民主之灾。5.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得到中国人民衷心支持和拥护。美方挑拨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恰恰证明其对中国制度道路的敌意。6. 当前中国人民的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前所未有增强。相反，美国对内对外普遍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状况，所作所为触目惊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国。7.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美国背信弃义，不断从自身承诺、中美双方共识上倒退，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企图以台制华，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8. 新疆各族群众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根本不存在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美方反复散播涉疆谎言，完全是为抹黑、打压中国制造借口。9. 美方攻击抹黑香港国安法的实质是插手香港事务，把香港作为对内地进行渗透干涉的桥头堡。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美方干涉。10.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承客观公正立场，同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一致。推行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才是乌克兰危机的根源。美国应切实承担起应尽责任，为缓和局势、解决问题拿出实际行动。11. 美国所谓建立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和平的战略，同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12.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美方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所谓的航行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13. 中国是虚假信息的最大受害者，美国是散布传播虚假信息的最大源头。14. 中国忠实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美方在贸易、
投资等领域对中方的无理打压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损人不利己。15. 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坚持互利共赢，给有关发展中国家带去实实在在的好处，得到有关国家赞赏感谢。16. 中国始终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相比之下，中资企业在美，营商环境不断恶化。17. 中国技术创新和发展依靠自身投入和努力。美方在科技交流合作方面以意识形态划线，是冷战思维的体现。18. 美国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不应转嫁责任，不应奉行双重标准。19. 美国国内芬太尼滥用问题的根源在美国自身。20. 美国长期限制粮食出口，垄断粮食贸易。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扩大武器援助，滥用单边制裁，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紧缺，对全球粮食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1. 美国是全球最大黑客帝国。中国外交部的文章指出，美方长期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在运用国内外全部资源对华进行无底线遏制打压，并已有1000多家中企被美制裁。中国外交部还反驳了美方认为中国破坏国际秩序、实施胁迫外交等，以及对于民主、制度、人权、宗教、新疆、香港、俄乌战争、印太和平、海洋权利、虚假消息、贸易战、营商环境、窃密、气候变迁、毒品打击、粮食危机、监控技术等各领域上，美方对中国的指控与中美对于各项问题的不同看法。中国外交部的文章全面阐述了当前中美在各个相关领域对抗的现实，展现了中国反对美方对于华的错误认知，提出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和安全的观点，以及维护中国自身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愿望。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